姜还是老的辣，没在怕，心里却没长大。热血沸腾，充满无限的力量。尝遍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，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。嘿 ，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，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，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Forever 的心跳在心中永远的骄傲，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。还有膝盖可卡得上，走路要用晃晃，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。昨天还是10岁的时光，怎么醒来后自己变了样？还有膝盖可卡得上，走路要用晃晃，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，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。原来是老的辣，没在怕，心里却没长大。因为有你照亮黑夜的方向，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。尝过酸甜苦辣，彼此守护在身旁。这是我们最疯狂的时光，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弟弟，看我呢，弟弟，啊！我见鬼了！妈咪，你冷静点。我说真的。弟弟，我回来了！他跟过来了。弟弟，妈咪，我真的是乐乐，我回来了，我没有死。妈咪啊，如果真的是乐乐，他应该也不会害我们吧？弟弟，我回来了，我是乐乐。弟弟。弟弟，我好想你。妈咪，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我会听你的话，用功读书，我会顾作文，不会什么事都 tomorrow 了。Tomorrow？我真的回来了。弟弟，真的是乐乐。我没有想你。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真的不要去活动中心走走啊？没有兴趣。你没去过，怎么知道自己没兴趣？就算有兴趣怎么样，我都要搬了。啊？房子这么快就卖了？不知道，就算卖了 ，Darren 也不会告诉我。我在这里啊住了这么多年，如果真的搬走了，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了。慢慢你就习惯了，到时候你可能会发现，原来我还是蛮重要的。你这个人虽然蛮烦的，但是有人跟我吵吵嘴，日子也比较好过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有空赶快收拾东西，免得要搬的时候手忙脚乱。外公，阿妈。鬼！不要胡说八道了，你这副样子比鬼更可怕啊！鬼见到你都躲得远远的。
下，你看一下，去看。阿妈，你不用怕，我真的是彤彤。我知道了，今天是彤彤的生日，所以他回来看我们。你乱说了，死人怎么可能再回来的？外公、阿妈，我听得到你们说话，你们快点开门，不然我走了。你的声音，我变回来啦！我终于变回小孩了。你完成你任务了。对啊，我们打败狗的 monster 啦。哎，是，所以这一切都结束了。对啊，我们都变回小孩了，当然是 game over 啦。哦，对，帮我告诉大妈，我找不到他们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是先不要告诉他们，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死了。如果突然间接到你的电话，他们会怎么想啊？可能会以为是 scam。你先别急，明天我会联系他们，然后慢慢的解释给他们听 ，OK？ OK 咯。不过就算他们知道了，也肯定不会回来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比较重要。干嘛这么想？自己亲眼也看到他们有多紧张你还说这些废话。彤彤和董文柔一变回小孩，就立刻看得到他们的家人。为什么我想要见到 Dad 吗？就这么难？他们永远不在家，连 Nexila 也不见了。不管变老还是变小，都是我自己一个人。这个 Golden Monster 为什么要把你们变成老人呢？那只有你们3个吗？还有其他小朋友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你们怎么又会变回来的呢？因为我们完成了 Golden Monster 给的任务。弟弟，妈咪，其实我有一只。姐姐，我回来了！终于回来了！妈咪，如果乐乐没事，那警方发现的那3具尸体是谁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警察弄错了吧？可是乐乐刚才说的太离奇了，你相信他说的？不是离奇，是离谱。可是乐乐没有理由骗我们呢。会不会是他发生了意外，撞到头，产生幻想？有可能，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？要。我很久没吃妈咪煮的红豆汤 ，super yummy。宝贝，这段时间你没有撞到头还是受伤的？没有啊。乐乐，我们明天还是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 ，OK？ 我没生病，为什么要去看医生？乐乐刚刚回来，他应该也是累了，不如我们先让他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姐姐说的对，我才刚刚回到家，我不想再出去了。那好吧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不准离开妈咪，一步都不准离开我。啊，痛！外公，如果我是鬼或是僵尸，早就把你们给吃掉了。我们呢，明明看到你的。那是因为我们跟 Miss Golden 作对，所以他才警告我们的。哇，这个妖魔鬼怪这么变态，我叫师傅收了他。师傅，就是那个骗你钱的师傅啊！哇，你真的很单纯，你还相信他？我早知道他是骗子，我是故意破财挡财，要不然彤彤怎么能够平安回来？你最聪明了，明知道人家要骗你，还甘心把钱掏出来，这种境界啊，我真的做不到。
看在彤彤份上，我才不要跟你这种爱吵架的人计较。外公答应你，我会尽量忍他，不和他吵。其实我还蛮想念你们吵架的，只是吵架会影响心情，对身体也不好。你们住在一起，应该学会了解对方，有不满意的地方就谈一谈，不要用吵架的。外公，妈妈。外公，妈妈，自从我发生事以后，我才发现你们是多么爱我的。对不起。傻瓜，你哪有对不起我们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以后呢，我们永远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我自己擦。乐乐，你会自己抹干头发啦？会啊，变老以后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老人走路走多了就很累，不然就是突然走不动，然后这里痛那里痛。奶迪、妈咪，原来你们是这么辛苦的，你们真的很可怜。可怜哦，我跟你妈咪还没有这么老 ，OK 的。等你们老了，我一定会照顾你们。哇，有人终于变懂事啦！看来你变老也不是一件坏事。如果再多做一阵子老人，应该会比较好。啊！不要不要，你要变你自己变，我永远不要变成老人了。外公，还没睡啊？外面下大雨啊，外公怕你冷，多拿一件被子给你。外公，我不冷。是咩？彤彤啊，你外公真的很细心啊，这么快就想到给你多加张被子。可是外面雨这么大，他是不是应该先把冷气关上，免得你感冒？关冷气等你来，要不然你没得表演。你们一直进进出出，不会累吗？我们打扰到你哦。外公、阿嬷，我知道你们还是很担心，可是我真的没事。你们一定很累了，去睡觉吧。哦，那我去睡，你也早点睡啊，要不然明天没有精神。彤彤啊，阿嬷呢，就先出去啦。你呢，乖乖睡觉。有什么话，就让阿妈知道。晚安，晚安。幸好你真的变回来啦！你知不知道这阵子我心里有多害怕？表面上我一直安慰你，你一定会变回小孩，可是心里却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可是幸好你们平安无事，不然我真的会哭死啊！姐姐，以前你教我读书的时候，总是骂我懒惰，骂我不专心。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，还跟你顶嘴。可是现在我知道，你是很用心对我好。姐姐，对不起。那你的零用钱分我一半，我就原谅你咯。不可以。不可以？Are you sure？ 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哇！你想吃多少都可以，不够的话我们再买 ，OK？ 变回小孩真好，可以大口吃、大口咬，不
不用担心食物粘在牙齿上。宝贝，吃慢点，不要哽到了。才不会。Hello，Hello，哎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安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叫我什么？安哥，安哥？不叫你安哥，叫你什么？我又变回老了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要啊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啊！乐乐，乐乐，乐乐怎么不见了？他昨晚肯定回来过，你也看到他对不对？我昨晚还抱着他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彤到底去了哪里？怎么知道？昨晚他明明有回来过啊，怎么忽然不见了？再找找吧。找？去哪里找？他会不会是跑下楼了？我们下去楼下找。走。爹地妈咪，我昨晚梦到乐乐回来了。昨晚是彤彤的3期，你说彤彤是不是回魂了？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才不像你那么单纯，相信这种东西。而昨晚你明明亲眼看见他回来啊，为什么就不相信？乐乐还说，他需要完成什么任务才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。不可能的。我们昨晚还看到乐乐，这不可能是梦。那个梦很真实，我原本也以为乐乐真的回来了。半夜惊醒后，我去他的房间看看，可是没有看到乐乐，所以我很肯定，我只是做了一场梦。不可能的，这不是梦，这不是梦。彤彤啊，一定是不想我们一直吵架，所以特地回来劝我们。他真的很乖啊。所以昨天他才说那些话。如果不是梦，那乐乐去了哪里？除了做梦，还有别的解释吗？我想，这可能就是人家说的托梦吧。我听说，如果一个家人突然离开，每个人一起想念这个家人，那他可能会回来托梦给我们。我们会不会是太想念他了，所以才会做同样的梦啊？如果不是梦，那有别的解释吗？我同事特地回来，帮我们和好之后又走了。嗯，我有听说过那些回魂的事。通常那些东西回来，都是要求家人烧东西给他们。可是我们的彤彤，却是回来帮我们。他真的很懂事。为了彤彤，以后我们多看对方的优点，少看对方的缺点。虽然你也没有什么优点，不过我还是会努力的去看。说话需要这么刻薄吗？妈咪，我们已经帮乐乐办了身后事，也一起撒了他的骨灰，他怎么可能还会回来呢？说记得这时刻分享的快乐，和曾经做出的各种选择，都是过客，都是暂时的，没办法定格。你说4757，彤彤会不会再回来？可能会。那不能搬，万一我们搬走了，彤彤找不到家。我要告诉 Darren， 不能卖房子。回家。37，回魂 ，perfect。你
们是谁啊？你怎么在这里睡觉，安迪？你们是忘了戴近视眼镜吗？叫我安迪。你还好吗？你住这附近吗？请问你们有没有手机？借我一下。可以。来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不可能 ！Why？ Why？ 为什么只有我和 Tomorrow 变老，你却没有变回去？ unfair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安排的啊，不然为什么那么有钱，你们就那么穷？你的爹地妈咪都不在，要变老也是你先变才对呀。我还没有见到我的爸爸妈妈，我要和你交换。我要和你交换，我要变回去。Sorry， 我帮不了你们。Golden Monster 这次做得对 ，A big W for her。Golden Monster 偏心，我要 complain。我会帮你们完成任务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把我们能力变回小孩。你们不要放弃，努力加油 ，OK？ 我不管，我要跟你换。我也要。我不要。我要。我要。哎呀！胆小鬼，不要躲，出来！谁才是胆小鬼啊？你小声一点。耶！原来你们变回小孩只是短暂的。姐姐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看来这个游戏没有这么容易结束。真的是很讨厌，我们都还来不及高兴，就变回老人了。这国内monster真是太过分了。Chill， 你冷静一点，小心爆血管啊！你们会不会觉得 Miss Golden 有赏罚制度？你们拒绝他的任务，他就变出你们的尸体；当你们完成了他的任务，他就把你们变回小孩，当作是奖励。听起来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。那接下来他再给你们任何的任务，你们一定要用心的去做。那还有多少任务哦？如果是100个，我不是累死？这个只有 Miss Golden 才知道了。吃点糕点。怎么啦？你们的样子看起来很累，昨天晚上睡得不好。儿子睡不好，而且还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。没什么，昨晚的雨下得太大，雷声整晚吵得我们都睡不安稳。有时候下雨天的晚上是会出现一些脏东西。你相信有回魂夜这回事吗？我好像有听说过。对喽，昨晚是我的外孙女的3期，她特地回来看我们啊，不过看完又走了。那你的孙女回来跟你们说了些什么？叫我们好好相处，少点斗嘴。看来你们的孙女是很关心你们的啊，你们应该听她的话。只可惜，彤彤很快又走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我们吃糕点。有的9层糕，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。为什么你喜欢吃的也是彤彤爱吃的？你的孙女的口味和我一样，真的很巧哦。这也太巧了吧！人家请你吃你就吃，还胡思乱想。小心病从口入。吃点东西还要被你诅咒。青霞，你为什么要诅咒戴蒂？你不知道的啦，他以前中过癌症，虽然现在康复了，也不能乱吃东西，万一再发作怎么办？
哦，原来你是在关心他。谁关心他？我是怕他又生病会连累我。那你跟他讲话温柔一点，他可能会听进去呢。他又不是我的家人，我才不管他。我也没有人来关心啊。你儿子呢？我儿子一定是遗传了他老爸，当我透明的。你老公也不关心你。男人是最靠不住的，做错事情走得比谁都快，留下女人自己去扛。这些年我都习惯了，没有人会在乎我喜不喜欢，开不开心。我去洗手间。原来这个男人是阿公。可是为什么阿嬷要把阿公的照片丢掉？你干嘛啊？你懂不懂得礼貌？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进别人的房间啊 ？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Sorry。这东西你留着干什么？早该丢掉了。不能丢！哎呀，这么珍贵的照片，丢掉就找不回来了。要给他丢。哇，你很有心啊，还留着这张照片。我本来就是要丢掉的，留着只会碍眼。哦，那我顺便帮你丢，免得你碍眼。Sorry。破了就破了，反正我都不想要了。糟糕，怎么粘都不成人形啊！算了，再怎么粘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。今天新来的那个安迪，年纪一大把了才出来工作，家里有穷到这样咩？你嘴巴不要那么坏了，他没那么老。我探听到他已经40多，快50了。美珍，你也吃饱了？是啊。刚才都没机会跟你聊，听说你女儿都上大学了，真的看不出来哎。我2个孩子都很乖，大女儿成绩很好，有时放了学还会去教补习。小儿子呢，他就比较顽皮，不过他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很讨爸爸妈妈欢心的。哇，你的家庭很幸福，好羡慕哦。谢谢。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是路过的。哦，你怎么了？很不开心呐？前几天，我梦到我的儿子回来了，他还说他变成了老人。那个梦真的好真实。我知道你很想念你的儿子，不用担心了，他以后会回来的。他
怎么可能再回来？我已经死了。虽然我很老气，可是我妈咪还是很爱我的嘞。No potato， 如果我是你的 parents 啊，我早就把你丢掉了。去，或许你这样讲 Tomorrow 哈，至少 Tomorrow 比你善良，不像你那么骄傲霸道，还整天欺负人。不过 Tomorrow， 你自己要争气一点，不要那么幼稚。我们能用的明天不多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为爹地、妈咪还有姐姐而改变的。是我听彤彤的话，是不是喜欢他？你不要乱讲话啦，无聊你。真的，你无聊死了。怎么样？当了半天的小孩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开心一下就散，很好玩吗？为什么做完了任务还不可以变回12岁？哎呦，你太天真了！你以为完成任务就可以变回去啊？你们考 PSLE 也要考好几个科目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把我们变来变去，害我们的家人一下子伤心，一下子开心？你们放心，你的外公和阿嬷以为你是3妻回魂，你的爸爸妈妈以为他们做了一场梦。至于你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家，所以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你很坏嘞，臭 monster。我就是心肠软，所以就给你们一点点的甜头，让你们更有动力去完成下一个任务。那我们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时机成熟了，你们自然会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印度尼西亚那边的医院寄来的一封信，他们说找到了一对眼角膜适合小飞的，可以安排动手术。那太好了！哎，不过这样小飞不是要飞去印度尼西亚做手术吗？哎，这是好事。为什么你这么 sad？ 我也不怕老实跟你们说啊。我们之所以可以拿到这对眼角膜，是因为通过特别的关系。我看过 documentary， 是 black market deal。那家医院说他们有这个特别通道，然后外国的小孩就可以有那种优先权，接受那个眼角膜手术。不过我有问我的朋友啊，他们就是说，只是要花点钱让在前面排队的人把机会给让出来。可是你这样子做是合法的吗？我朋友说，人家都是这样做的。虽然是有点unfair了，但是这世界上都是这样的吗？有钱就好办事。问题是，我没有钱了。然后那个医院说，我只有5天的时间来做决定，考虑说要不要接手。当然是要答应啊！我知道，可是问题是，手术前后需要5万块钱，我去哪里生出那笔钱啊？哇！小飞他每天啊，吃饭啊、冲凉啊，都需要我。有一次，他从那个楼梯口掉下去，然后伤得非常严重。我看到他受伤，你知道我心如刀割吗？可是他很乖，什么都不说。可是我知道他心里面还是很希望可以像其他的孩子这样，自己走路，自己去玩。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东西过，我真的要求你们，我求你们帮忙我，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希望了。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。好了，我帮你。不过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想想，怎么样帮你，你才不会出事。我明白，毕竟5万块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数目，你们需要想一想的。不过
医院那边说，我只有5天的时间做个决定，要不然的话，小飞就会错过这个机会，有可能永远再也看不到东西。我知道了。那无论你们答应还是不答应，这件事情你完全不可以说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毕竟是犯法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人家知道的话，有可能我会被抓。如果我被抓去坐牢的话，那小飞谁来照顾？我们真的要拿那么多钱帮小飞吗？小飞是被我们害了，帮他是应该的。帮当然是要帮，可是如果我们给了他们5万块钱，那以后我们的钱够不够用？不用担心，我还有很多 jewelry。我们现在是小孩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你的 jewelry 迟早也会用完的。那我们现在到底帮还是不帮小飞？帮当然是要帮，可是以后我们就要省省用，不能随便乱花钱。万一需要钱的时候，我们就惨了。知道了。嗨。Thank you。在看悲情小说吗？为什么你的脸这么苦？难以解释的超自然现象。他们3个人的经历太过离奇了，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些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个案。那有找到什么吗？让我看看。你去哪里啊？去找我弟弟。我也去。我是去找 Chris。哎，你等我一下。我有点事想跟你商量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来我的学校。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能不能给我点钱，我去看医生啊？哇，现在换新的招数要钱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走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爸，你不要吓我啊，爸！医生说你爸的情况稳定，没有什么大碍。你也不用太担心。我一直以为你的家庭很完整、很幸福，没想到，我以前总是觉得我妈咪很偏心，觉得自己很委屈。可是和你比起来，我的不满还算不了什么。你再怎么装坚强，也会有累的时候。如果你真的撑不住，你可以找我聊天诉苦。我乐意当你的聆听者。谢谢你啊！现在最需要的，可能是一个安慰吧。我们决定了，拿5万块钱帮你。谢谢你们哦。可是什么？那个医院打电话来跟我说，现在已经不止5万块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说别的病人他们出更高的价钱。他们说如果我不加钱的话呢，
小飞就拿不到那个眼角膜了。啊，这样也可以啊？都说过了，是见不得光的嘛。也就是说，谁出的价钱比较高，谁就可以拿到那个眼角膜，是不能跟他们讲道理的。那要加多少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医院那边没有给我个很明确的数目。可是我在想，差不多也要5万块钱哦。5万，多1倍耶！怎么可以这样？太过分了！是啊，不会去抢吗？知道，可是问题是我跟那个医院我签了一个协议书，然后医院他们说呢，如果我们不动那个手术的话，他们可以告我，然后我要赔他们双倍嘞。你等一等，我们商量一下。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那天他明明是说什么特别通道，小孩优先，为什么今天又说有人出更高的价钱就可以抢走眼角膜？是喽，无端端加这么多钱，算不给钱的话还要被告，哪有这样的逻辑？可能哦，black market deal 就是这样乱来的嘞。不可能，我的直觉跟我说，他好像要骗我。Hello， Dr. Dan， 为什么会这样的？And then，OK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呢？怎么办？发生什么事？怎么了？那个医生打电话跟我说，那个小飞的眼睛，他的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。如果不动手术的话，就来不及了，有可能以后就看不到东西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求你们了，求你们借我那个钱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小飞就永远看不见了。你先不要那么激动，你冷静下来，我们也需要时间想想办法怎么去筹钱的。是啊。如果说小飞他动手术成功的话，我会叫他们认你们为干爹跟干妈的。我们才大胆。小飞他还没有吃饭，我去买饭给他吃。谢谢你们。好快呀！老板，我要猪扒饭。如果是多加1片猪扒，要给多少钱？加3块。加3块。好，那不用紧了。好。老板买必修。你们说他在做什么？看你就知道了。谢谢。对，你说说。OK， thank you。这个给你吃。哦 ，thank you，非常谢谢。我可以吃。他这么好心，又这么疼小飞，不像一个 bad guy 嘞。看来我的直觉是错了，他应该不是骗子，他说的话都是真的。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跟踪啊？啊，不要啦，我们已经跟了很久，你看我的脚都要断掉了啦。走，我们去吃鸡公味。吃鸡饭。我要这样，宝宝。说好要起飞了，蓝天突然暗了，我们放开拥抱了，不舍。
视线也模糊了，想说的你都多